俄有难，车必乱。第3次车臣战争或将爆发。乌情报部门称，卡德罗夫肾衰竭，正在接受透析治疗。俄当局正在讨论车臣的新领导人。按照卡德罗夫的想法，车臣是自家的，想要建立类似金家王朝的世袭制，但俄罗斯肯定不同意。站在普京的角度，他很可能担忧车臣这种世袭制，其他各个共和国或许也会效仿，会危及莫斯科的权力。现在双方的关系非常微妙，在车臣更换领导人的时刻，或许会迎来新的动荡。那么车臣的未来是什么？如果第3次车臣战争爆发，战况会如何发展？卡德罗夫肾衰竭，车臣皇位继承风波，或许会引发俄罗斯新一轮的动荡。如果说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上哪里的火药桶最响，引信最短，除了中东和乌克兰，那一定就是俄罗斯的后院北高加索的车臣。最近关于卡德罗夫的消息有点惊悚，不是他又在短视频里带头打卡，也不是他在格罗兹尼又整了什么豪车大兵，而是这位号称高加索战神的强人可能真的快要拉了。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多家外媒的爆料，卡洛沃夫现在不是在透析，就是在去透析的路上。肾衰竭、溺水后遗症、面部浮肿，缺席普京的重要会议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位维系俄罗斯南部稳定的管家正面临严重的健康危机。如果卡多罗夫真的走了，车臣会乱吗？在了解车臣乱局之前，我们先聊聊卡多罗夫到底怎么了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卡多罗夫是个硬汉，徒手摔跤、骑马射箭，甚至还敢在社交媒体上隔空挑衅马斯克。但你要仔细看他最近1年的视频，你就会发现不对劲。这位强人已经变成了肿人，脸肿得像个充了气的皮球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说话中气不足，甚至在辟谣视频里还得拄着拐棍。这是有原因的。火力军带大家复盘一下：2025年7月，卡德罗夫在土耳其博德鲁姆度假，结果在海里溺水了。据说被救上来的时候，血氧饱和度掉到了 65%。医疗团队抢救了整整47分钟，才把他的魂给拉回来。打那以后，卡多罗夫的身体就彻底垮了，他公开露面的次数就呈断崖式下跌。车臣官方发布的所谓视察视频，多次被扒出是提前录制的旧画面。2025年12月，因健康状况恶化，被紧急送往莫斯科的中央临床医院，甚至缺席了由普京主持的国务委员会会议。他是唯一缺席的地区领导人。在俄罗斯政坛，这种级别的会议，只要你还没咽气，爬都得爬过去表忠心。卡德罗夫作为唯一的缺席者，释放的信号太明显了，他已经动不了了。尽管车臣官员发布视频辟谣，但视频中卡德罗夫需靠手杖支撑行走，说话显得十分费力。到了现在，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的消息更绝，说他现在患有严重的肾衰竭，已经到了必须依靠透析才能维持生命的程度。卡德罗夫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。2026年1月初，他宣布任命自己年仅20岁的长子艾哈迈德·卡德罗夫为车臣代理副总理。卡多罗夫的意思很明白，我这一摊子家产和军队必须传给我儿子，这叫车臣式世袭。在车臣这种讲究复仇的地方，一旦失势，等待卡多罗夫家族的就是灭顶之灾。但问题是，普京能答应吗？车臣虽然是俄罗斯的一个联邦主体，但实际上更像一个国中之国。普京和卡德罗夫之间其实是一场私人契约，普京每年给车臣几十亿卢布的补贴，卡德罗夫负责帮普京在南部守大门。现在卡德罗夫想搞世袭，把车臣变成卡氏江山，普京心里肯定打鼓。万一这哥们儿以后成了不受控的军阀，莫斯科的脸往哪儿搁？所以普京已经开始布局了，他任命了车臣另一位猛将阿卜蒂·阿劳季诺夫为国防部副部长。这位阿劳季诺夫虽然也是车臣人，但他是普京的嫡系，刚上任就削减了车臣地方武装的特殊津贴，把后勤权收归中央。这就是在削藩。卡多罗夫想传位给儿子，普京却在旁边扶持一个能随时接管兵权的监军。这种微妙的平衡，好像只要卡多罗夫一蹬腿，立马就会变成战争。很多人在问，如果车臣乱了，他们会不会像90年代那样再次宣布独立，直接反了俄罗斯？火力军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，目前的车臣其实是一个靠联邦补贴吊着的半独立国。车臣每年预算的 80% 以上全是莫斯科给的。2024年，联邦补贴高达1200亿卢布。卡德罗夫和他的亲信们住着豪宅，开着镀金的吉普车，这些钱全是普京给的。对于车臣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，留在俄罗斯联邦内，莫斯科就是他们的超级提款机。如果反了，钱断了，这帮平时吃香喝辣的人第一个不答应。所以，只要莫斯科还能发出工资，车臣高层就不太可能大规模反叛。真正的风险在于内战。
卡德罗夫这些年靠着残酷的手段，把车臣内部那些有世仇的家族压得死死的。一旦他消失，新人根本压不住那帮身经百战的刺头。阿劳季诺夫要夺权，艾哈迈德要守卫，流亡在国外的车臣反对派还要打回来。到时候车臣会陷入军阀混战，这对于普京来说同样是一个噩梦。这意味着他必须派兵进去维持秩序。现在的背景很尴尬，乌俄战争已经打了快1500天了，俄罗斯伤亡超过120万人，占领了不到20%的领土，主力部队全在乌克兰的战壕里。如果这时候车臣内乱，普京手里其实没多少牌可以打。这就是为什么卡德罗夫即便满脸浮肿，莫斯科也得咬牙说他健康得很，因为一旦这个平衡破了，俄罗斯的南部防线就会塌方。重点来了，假如局势真的失控，爆发了第3次车臣战争，战局会怎么走？火帝军要说的是，这次如果开打，性质、烈度和结果跟前2次会截然不同。前2次车臣战争，俄军打的是拿着 AK-47 和 RPG 满山跑的游击队，但现在车臣已经进化成一支准正规化的特种步兵。这些年，普京为了让车臣去乌克兰干活，给了他们最好的轻武器、夜视仪、战术通讯、装甲车、FPV 无人机也一个不缺，甚至有现代化的特种作战训练。实战经验也不缺，车臣部队在马里乌波尔、在巴赫穆特是实打实练过的。虽然被戏称为抖音部队，但他们的城市巷战经验非常丰富。现在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很多2线动员部队，规模也不小。卡多罗夫的核心私兵约3万人，如果算上紧急动员，车臣能拉起10万大军。俄军这边呢，俄军精锐空降兵、近卫坦克师都在乌克兰。如果车臣反叛，俄军在本土腹地的防御其实是非常空虚的。就结果来看，第1次车臣战争，俄军正处于苏联解体后的混乱，武器都能卖给敌方，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。车臣武装则是意志顽强的游击队。结果就是俄罗斯坦克纵队在格罗兹尼被爆杀。第2次车臣战争，俄军状态已经恢复了，普京重整军备，车臣内部瓦解，部分家族倒戈，俄罗斯用远程火炮洗地，稳扎稳打。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普京赢了。只是如果爆发第3次车臣战争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乌俄战争的缘故，俄军极度疲惫，兵源枯竭，国内厌战，车臣正规化武装，俄式装备，熟悉俄军部署。如果开打，第1阶段就是闪电式的内部清洗，车臣武装不会等俄军集结，他们就在体制内，甚至就住在俄军基地旁边。第1波攻击很可能是内战，车臣会迅速清洗掉境内那几个俄罗斯联邦驻军基地，比如汉卡拉基地。由于车臣人渗透在俄罗斯的内务部 FSB 系统里，这场黑刀之夜可能会让莫斯科在最初48小时内完全失去对北高加索的指挥。第2阶段就是俄罗斯的远程焦土报复。由于地面部队抽调不回来，普京唯一的选择就是空天军。俄军会动用苏34、图2 M3，投掷大量的 FAB3000 滑翔炸弹，格罗兹尼会被再次抹平。但这次不同的是，车臣武装有现代化的防空手段和分散式的指挥系统，他们不会守在城市里等着挨炸，而是会化整为零进入高加索山区，或者直接渗透进俄罗斯腹地。第3阶段就是普京的噩梦了，车臣的战火恐怕会瞬间引爆邻近的大吉斯坦、印古什。整个北高加索的民族矛盾会像炸药桶一样被引爆。更要命的是，车臣武装会向莫斯科、圣彼得堡派出破坏小组，这不是远在高加索的边境战争，而是遍布俄罗斯本土的冲突。如果战争爆发，普京面临2个死胡同：选项1，从乌克兰撤军回防，结果就是乌克兰全线反攻，俄战区崩溃，普京的政治神话彻底幻灭；选项2，继续死磕乌克兰，用2线部队填车臣，这根本压不住，车臣会失势独立，变成一个不受控的黑洞。俄罗斯南部的能源管道、里海石油会被切断，俄罗斯联邦可能会面临第2次解体风险。看完了战局推演，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卡德罗夫即使已经病成那样，普京还得亲自接见他，甚至得认他的要求。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，维持卡德罗夫家族的统治，虽然每年要花1200亿卢布，但这笔钱相比第3次车臣战争的军费和政治代价，简直就是9牛1毛。说白了，普京就是在花钱买平安。更关键的是，自己也没有掀桌子的能力。前2次车臣战争，俄罗斯虽然拉胯，但当时他没有其他外部战争，可以举全国之力镇压一个弹丸之地。现在俄罗斯已经掉进乌俄战争这个泥潭了，根本无法抽身，与车臣的冲突是一定要避免的。当然，火力军估计，即便艾哈迈德接了班，他也只能是个名义上的领袖，背后的权力大概率会被普京安插的阿劳季诺夫监军慢慢蚕食。莫斯科的策略会是维持卡德罗夫的招牌，掏空卡德罗夫的内核，只要能拖到乌俄战争结束，普京才敢真正对车臣进行彻底削藩。总的来说，卡德罗夫的健康危机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一个缩影。
对于英国、美国或者乌克兰来说，他们当然希望车臣现在就乱起来，给俄罗斯开辟第二战场。但对于普京来说，这是绝对的底线。如果第3次车臣战争爆发，那将是俄罗斯联邦的末日预演。它不再是正规军打游击战，而是2个正常人在泥潭里死磕，结果大概率没有赢家，只有彻底的废墟和长达数十年的动荡。所以，无论卡特罗夫的肾好不好，只要他还能在那儿喘气，只要他那个20岁的儿子还能在那儿站岗，普京就会尽一切努力维持现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车臣的权力交替会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内部稳定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